我是你老婆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今天咱们来说一下平民要不要抽萧公这个角色，抽出来到底对你有着怎样的提升？首先直接上强度，来一个平民标配。你的萧公最后毕业只会比这个高，不会比这个低，因为这是一个半成品萧公，还没有毕业。攻击力2700，双爆59、99，没有带火伤杯，带的呢是攻击杯，因为还没有刷出来。武器精三攻藏，命座0命，天赋888。这配置够平民了吧？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半成品萧公，裸射也能打出18000的数字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套普攻的 DPS 是多少。萧公的普攻看起来是5段，其实呢是7段，因为第1段和第4段都会射出2件。在这个魔幻暴击率的大前提下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7件只暴击了2件的。6108、2403、4611、5994、3130、3130、18145，一个一技能的总 DPS 为43521。注意啊，这是萧公一个人裸射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队伍加成。考虑到暴击率的魔幻触发概率，这个面板下的萧公裸射 DPS 大概就是在4万到5万之间。等将来圣遗物再完善一下，天赋再点一下，这个伤害肯定还会更高。如果你有点小钱能搞一个飞雷的话，这个提升自然更是明显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正常配对下的萧公，除了驼子哥不行，其他的 BOSS 那都是一个一技能的事情。所以从综合强度这块来说，萧公作为一个5星 C， 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这是一个半成品的平民萧公，他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火伤杯还没有刷出来。你的平民萧公毕业强度一定是比这个高一个档次的。好了，说完了强度，我们来说一下萧公这个角色的特点。普攻手感的话，我觉得还行，比较轻盈。除了最后一段平 A 以外，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后摇感觉。不过手感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啊，大家也可以去角色试用里面自己感受一下，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。伤害的话，大家前面也都看到了，在未毕业的情况下，一套平 A 的裸 DPS 在4到5万之间，而一个一技能可以完整的射完3套平 A， 所以一个裸 E 大概就是可以打10多万。如果是正常配对，在有队伍加成的情况下，这个数字肯定会更高。至于这个角色的缺点嘛，很明显缺少 AOE。虽然大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，但是毕竟还是杯水车薪。萧公的 AOE 效果确实比较差，不过好在单体伤害的确很顶，有失必有得嘛，还能啥好处都让你占了，对不对？同时这个角色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吃钟离，他比较吃护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实战中，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难以预料到的战斗情景，比如说角色被打断、被击飞，或者面临吃一个技能就要死的情况。那么这时候我们是需要闪避的，而闪避会强制打断平 A。可是萧公的普攻最后一段倍率高达188%，你频繁的来躲怪物技能，平 A 就会被打断，你就一直吃不到最后2段的高倍率平 A， 只能吃前面的低倍率，这其实是很亏的，总 DPS 就能差出来1倍啊！所以玩萧公绝对不能频繁的闪避。那面对怪物打你怎么办？护盾呀，钟离呀，这么说应该懂了吧？好了，那么这个角色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。优点很明显，单体输出特别顶，在平民毕业的情况下，一套平 A 的裸 DPS 大概能有个6万左右，而一个一技能可以完整的打出3套平 A 啊，你乘个3是什么概念？同时缺点也很明显 ，AOE 比较匮乏，需要队伍中的其他角色来进行弥补，而且非常吃钟离的护盾。如果你没有钟离，这个角色我不建议你抽啊，因为你给不了他很好的输出环境。同时，队伍里不缺火 C 的也可以不抽，相比较其他火 C 而言，它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。但是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火 C， 抽一个萧公先玩着是完全 OK 的，他的单体伤害真的很顶。なんで会長は見舞いに来てくれないのかしら。私が倒れたとなれば何を置いても看病に駆けつけるべきなんじゃ。まあ選挙の後片付けが。私を生徒会に入れるつもりはないんじゃ。